潘总在北京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您和大家汇报，把信号切进来。把北京潘总的信号切进来。嗯，好的。这台海比欧公司的挖掘机是中国目前销售的主力机型，也是目前大多数矿山挖掘机的首选，价格比咱们的贵了24%。但是就在今天，他们发布了该机型的亚太版，也叫中国版。外形上嘛没有什么差别，但却把智能操作、液压油先导滤芯等10多样零部件给取消了。降价，减配。是的。所以刚才我们在计算它能降多少，估计能降价到12%到15%。这个减配和我们的价格只有相差不到8%。机器换人这件事情啊，在意。散会。机器换人这件事情就别想了，吃饭吧，啊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哪怕明天喝凉水。放心吧，你明天喝不了凉水，3年之内也不会。那3年之后呢？没有牢固的技术根基，恐怕连凉水都喝不上。机器换人啊，这是1把手工厂，明董下不了决心，他要放弃，这也是无奈之举。你也想放弃啊？现在除了你以外，还有别人坚持吗？成功的概率太低，投入产出比也不合适，不放弃，做堂吉诃德啊？我喜欢。现实社会不需要堂吉诃德，需要拿得起放得下，赶紧吃。拿得起放得下的是筷子，拿得起放不下的是理想。就用。哎，魏成。有事儿啊？马爷的律师我已经请好了。律师跟我说，他是临时被顶包，不是主犯，只要推赃，就可以从轻发落。让你费心了，爸，他是我弟弟。你妈来了。妈，马爷的律师我已经请好了，你们不用担心了。你能学会为别人着想，说明你长大了。走吧，边走边说。我去堂喜那边。妈，在这个实验工厂里面，聚集着全公司最优秀的工人，那经他们手里的活，质量一定是最好的，对吧？当然了。那能造出来3000小时无事故的挖掘机吗？当然可以。
我说的不是1台，是量产。那怎么可能啊？人是会疲劳的。所以我要做这个。等一下，师傅来了，魏总师也来了啊！别瞎说话，自动挡洗，干着舒服吧？太好了，我跟你说，身上一点油都没有。这孔径对吗？小了吧？不可能吧，师傅，我这1周了，全按数据做的。这一周的批号变了，你不知道啊？孔径不一样了。师傅，舒服吗？不是，我想问你，工程机械的特点是什么呀？是不是就是型号多呀？哦，有了数控机床了，会操作了，省事儿省力了，就不带脑子干活了。师傅错了。你就这么干活，就这么当技术工人呢，是吗？不是，那个我马上把这些返工了。孔径小了能返工，孔径唐大了呢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月技术调金没了啊！妈，他们家也挺不容易的，知错就改就行吗？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师傅说的对，机器又没出错，是我的问题，我认罚。3000个小时无事故，不是有先进的设备就行的。儿子，工人犯错误，惩罚你都优柔寡断的，你还机器换人呢？换下谁来不跟你拼命啊？你要把自己的事情想周到，好好的做，知道吗？我看看。这样，老明啊，这个机器换人呐，不能停啊。哎呀，3位副总呢都不支持，连你的女婿都放弃了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陆山就没有别人了吗？你说懂这个的有几个呀？再加上机器换人，它就是个得罪人的事情。结果呢，不亚于下岗潮，谁愿意趟这个浑水啊？我呢，我都已经问过1遍了，没人愿意冒险。大不了我来嘛。你说你开什么玩笑？你别怎么了？没事，老毛病。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看呢？你必须把液压公司干出成绩来，将来才有可能。不说我了啊，说陆山，挖机3000小时无故障攻不下来，我们陆山的腰杆子就不硬了。德江，咬着牙也得把机器换人这个事情顶上去。现在唯一不放弃的呢，也就是魏成。我想呢，不行啊，魏成正忙着陆山1号参评科技进步奖呢。你这准备报几等奖？1等不够格，3等没问题，冲击下2等怎么样？我看3等都选。怎么可能？自主研发，疲劳实验时长是国家标准的2倍，极端气候实验数据不出老外，装机应用数据也不错，怎么可能连个3等都拿不到呢？
但是，在极端工况下的连续超载和连续满载的极限冲击试验数据量太少了。那是因为陆山1号基本上都装在土方机上，湿方机上很少。评委他只认数据，他根本就不管你是挖土还是挖矿。那您的意思是，要不然这一次不申报了吧？哎，我听说陆山正在竞标鄂尔多斯矿的挖掘机，这是一个好机会啊！如果要是成了的话，那获得的数据量和数据价值都是非常巨大的，不仅可以弥补现有的不足，而且对将来陆山1号的改进，还有40到56兆瓦的研发，都有很大的帮助。只要还能弥补，就说明有空间。哎呀，别忙活了，来，喝口茶，歇会儿。啊，哎呀，这点事儿我自己干嘛啊？原来你没病的时候，哪次出差这行李不是我给你收拾的？少喝咖啡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不是我老叨叨你和儿子，你说你这点毛病，全让他给学去了，而且还变本加厉。什么一杯咖啡必须要60个豆子磨成的，少一个多一个，都不好喝是吗？不过现在好多了。那也不是你的功劳啊，是人金燕子的。哎呀，你看看这家里头，啊，这怪了吧唧的桌椅，空荡荡的陈设，哪像个家的样儿啊？就像个庙，住着2个傻和尚。你儿子可不傻，这回科技进步奖和项目总师应该没问题。是吗？儿子，回来啦！儿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道喜啊！道什么喜啊？项目总师啊！你别看他，你当项目总师，比你爸早了10年，妈心里美滋滋的。我哎，今天我请客，咱外头吃去啊！今年的科技奖可能没戏了。为什么？陆山1号在湿方机上的数据太少了，完全没有3000小时矿机数据。这3000小时，就像横亘在我面前的山峰一样，别人可以视而不见，但我不行，我一定要征服它。那你要怎么做？在公司推行机器换人。总师不做了是吗？我不同意啊！有意思啊！要不要一起跑个步？对不起，冒犯。要不要一起遛个狗？你在干什么呢？一起打几局？
干什么呢？有点事儿想找你商量一下，你方不方便？多多，你说我们要不要去跟他偶遇一下？走，你个小胖子。走了。喂，主任，什么事儿啊？魏成不想当项目总师，您是让我去劝劝他。好嘞，好嘞，我知道了。走。好嘞。魏成。你别告诉我是偶遇。你为什么不当项目总师了？你来这里就是为了问这个？否则呢？支持你这个双博士，在工厂里跟工人们打成一片，玩铁坨子不干正事儿。你是工人，是技术的受益者，难道你不应该支持我吗？我应该支持，但是机器换人会砸掉很多普工的饭碗，到时候他们都指着你鼻子骂。你脸皮又薄，你肯定受不了。机器换人更需要人，我不会砸了所有人的饭碗的。10%总有吧？那就是小1000号人，一人一口唾沫星子，到时候都能淹死你。路径是对的就行，合理不合情也不行。如果不趁着这一次矿山竞标，用机器换人实现3000小时无事故，升级自动化智能生产线，那么留给我们只能挖土的机会，恐怕也会被外国人一点一点地蚕食掉。可是，就算要干这件事情，那也得是方瑞洲那样的狠人，嘁哩咔嚓的不留情面。你肯定不行，万一再遇上个像张斌这样的事儿，先崩溃的肯定是你。我现在一点都不焦虑。听人劝，吃饱饭。我以为你会懂我，看来我错了。最难的时候，不应该苛求别人懂自己。我就是因为懂你，我才劝你。机器换人不是你读了个 MBA， 你拿了双博士你就能干成的，这里边全是人情世故，而你在这方面吧，就很白痴。纯粹的理想主义者都是白痴，白痴会传染，离远点，安全。不回麓山是对的。走，多多。这么晚了，就别喝咖啡了。要是没有金燕子，恐怕我都没法跟你进行这样的谈话。没有他，在高原上，恐怕我就被狼吃掉了。我看这孩子不错，是不错。从普工到技师，到自动焊机操作者，再到顾问长，他就像是一棵春笋，虽然生在泥土里，但破土之后迎风就长，每一天能长到几10公分，甚至是1米。他骨子里就是向上的，就是朝着太阳的方向的。
也是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搞设计的不应该高高在上，要俯下身子。好图纸不等于好产品。你刚才是不是伤害了他？何尝不是伤了我自己？我以为他会坚定地支持我，但是，你确实要做好没有一个人支持你的准备，包括你的团队。知道我为什么叫你船长吗？有责任感，有方向感，有凝聚船员的能力。还有，在船未有达到目的地之前，船长不能离开自己的船。各位，由陆山1号升级的双联主泵，其最大流量完全适配矿机所需的动力以及最大冲击力。这也是你们亲手栽种的苹果树。如果我们再配合公司完成机器换人，实现3000小时无故障，拿下鄂尔多斯矿用，那你们就发达了，等着数钞票啊！钟北辰，要不然你带着大家继续搞研发，我来盯着机器换人。我们从山的2面同时发起冲击，争取早日会师山顶，怎么样？你来真的？我像是开玩笑吗？机器换人也不是我们干的事儿啊。为什么不能干？这和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，怎么就不能干呢？涛，当初你邀请我们从学校来这儿，我们什么条件也没提，就跟你来了吧。现在你要撂挑子让我们接着干，你考虑过我们感受吗？心散了，队伍就散了呗。你等等，是你在涣散军心。我不管你们做不做，今天我必须要把话说清楚。机器换人是为了保证每一道工序的质量，即便我们研发的泵再厉害，没有匹配的阀、钢、底盘等等，我们造出的车也是个残次品。我只想问你们一句话：你们只是为了拿液压泵专利的分红吗？难道你们不想自己研发的液压泵体现到最大的价值吗？还有你，我大小也是个负责人，上班时间擅自离开公司，要经过我的批准。你们好好想一想。走吧，回去吧。你的项目总师董事会已经过会，祝贺！你比你爸爸幸运，这辈子能干自己喜欢干又善于干，还
能干成的事情。陆山1号我做成了，双联主泵我也做成了，怎么我倒像是叶公好龙了呢？哎，燕子，主任，里边请。你什么情况啊你？有事儿你就说，你怎么也赶上吃吃喝喝这一套了？菜都点好了，您不吃浪费了。走。这不跑步吗？您坐这，您坐这。哎，这谁呀？魏成的妈，劳模。我也是劳模，真的，这劳模16个村呢。人家是全国的。镇、县、市、省、全国，差5级呢。秦曼佑，哎，你怎么整这么多呀？你把我当外人了是不是？不是，是你让我劝魏成那事儿吧，我没劝成，得向您赔个罪。话说回来了，你要是都劝不成，估计就没人能劝得成，是吧？主任，我觉得他说你机器换人是对的。我让你去劝他的啊，没让你去帮他。我是劝了，但是他说纯粹的理想主义者都是白痴。虽然不能说这理想终究会变成柴米油盐，但就算是我这魏成，他成了那伟大的牛顿，我这当妈的心里也不开心啊。为什么？牛顿一辈子没结婚呐，燕子。你是不是喜欢我们家那小子呀？我那个是欣赏，欣赏。主任吃菜吃菜。今年的第1万台挖掘机提前1个月下线了，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，也是一个值得我们记住的日子，也一定会鞭策我们以此为新的起点，再努力，再奋进，全力打造世界一流品牌。下面有请邱牧阳副省长给我们讲话。这款挖掘机在投放市场之前做了多长的工业性耐久实验？1500小时。比国家制定的1000小时标准要多出500小时。这个标准做到了国内领先，但与国际一流至少还有1500个小时的差距。挖土差不多够得上是优良线，可是挖矿呢，及格线恐怕都要垫着脚尖吧。一流的研发，一流的技术工人，一流的智能制造，3缺1都谈不上国际一流。省里将出台机器换人的扶持政策，连续3年，每年安排8亿元的专项资金，用于推动企业实施机器换人。送钱给诸位，大家不会不要吧？当然要。邱副省长，如果下次下线的挖机能直接挖矿，您还过来剪彩吗？不仅我来，我还要请韩省长来。
接着说。我妈不让。不是那个，哎呀，过来。妈，我30多岁的人了，你别像是训一个3岁的孩子行吗？你做的事儿不像3岁的孩子吗？啊，你动动脑子呀！妈，邱牧阳都支持机器换人，还给钱，那明德江之后肯定是要干的。那我想干，怎么了？董梦石之前是不是想干来着？人家为什么不冒头啊？哦，就你积极啊！您是全国劳模，怎么可以这么消极的呀？我跟你说啊，全国能够用传统的机床干成球窝的确实没几个，但是这不影响柱塞泵的批量生产。数控机床，机器人是未来，妈妈懂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那些年轻的武工，他们下了岗干什么？都跟马爷一样送外卖啊！还有，你想过像马大庆他们那样，手里有技术，但是不会编程操机的中老年工人，他们下岗以后，他们怎么生活呀？谁来保证他们生活呀？儿子，你光看到了技术，你没有看到机器换人背后产生的巨大的社会矛盾，这不是你扛得起的，你的肩膀受不住的。儿子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能够读双博士的没有几个，没有几个人能够研发陆山1号。这是妈妈这一生最大的荣耀，超过我自己当全国劳模。就让妈妈这么骄傲下去，行不行？妈妈求你了。你干嘛呀？咱们做个松骨 SPA 啊，脊椎、颈肩松一下，怎么样？来躺下，咱们接着做一下肚皮的 SPA。好了 ，SPA 结束，休息一下。哎呀，今天科技奖公布结果呀，咱们来看看牛顿他爹得了几等奖。闺女，我一猜呀，你准在。哎，您怎么回来了？等着，爸给你做好吃的。不是，金万碗倒闭了。没有啊。那这个上课的点儿，你这大厨怎么回来了？我给小朱请假了。哎，走走走。爸，你生病了？你哪儿不舒服啊？啊，发烧了？别闹，爸好着呢。看这什么？看清楚了。金玫瑰婚介所，高级会员，这还是金卡。你花这2、3千干嘛呀？普通会员条件太一般了，多花点钱，就能找个不比魏成差的吗？这差不差我说了算。行，我去做饭去啦。我不吃了，我加班。大礼拜天呢，你加什么班糊弄鬼呢？你是不是对魏成还没死心啊？有一种开心叫死心。那行，那咱就踏踏实实的吃完饭，然后跟我去会介所，否则我就给你妈打电话。哎呦，我不去！我现在给你妈打电话，我让你妈现在就订票过来，我就不信。哎，别！我去，但你不许逼婚。行，我给你炒你爱吃的爆炒鳝丝。哈哈。请各位男士按顺序交换位置，时间8分钟。打扰，打扰，能不能再暂停一下？6号在卫生间还没回来。这么多人等他一个人不合适。我们是金卡，谁不是呢？不是，金卡就只给8分钟啊，啥也了解的不深入啊。效率高啊！我建议您啊，还是赶紧去催催他吧。燕子，
燕子，里边没人。哦，对不起。哎，哎呀呀呀！你是跟我过不去，还是跟金卡过不去啊？你知道一个8分钟多少钱吗？也8分钟都多余。爸，你看这儿，这是相亲吗？这就是撞大运，这就是资源互补交换。这要能产生爱情，我当场削发为尼。你本来头发也不长，走。金小姐，报告您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金卡可以退。嘿嘿嘿，您可真会开玩笑。我没开玩笑，8折退行，9折退也行。是这样的，我们有一位钻石卡的曹先生，指名道姓想和您单独见面，现在已经在我们的 VVIP 会客厅等您了。嘿，行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升舱了，还是指我被翻牌子了？我不去。去，听我听，我们去。你到我身边，带着微笑。为了不浪费咱们彼此的时间，那个我不是警察，您不用什么都招。啊，其实吧，我赚的钱啊，比这些东西多很多，但就是守不住。这大师说，我这命里缺金。你看，你姓金，又是干五金焊工的，还是条金命，这就是我需要的嘛。有了这些呢，你以后就可以不用再当工人了，可以做一个全职太太，给我生2个孩子，没事呢就逛逛街，喝喝咖啡，做做 SPA。那个，刚才啊，我这个给您算了一卦，您呢这5行它不缺我，我呢这5行里呢有点缺觉，你呀。落选了，是我选你，怎么就我落选了？不好意思啊，不是，哎，北辰，咱们陆山1号就算评不上3等奖，评个优秀奖没问题啊，但魏头却放弃申报，他不在乎这个奖，我们可指着这个奖评职称呢。是啊，跳槽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魏头能回来，不去弄那个机器换人，就是最大奖。哎，头儿，哎，头儿，你去哪儿？我去挖机耐久实验场核实一组数据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了。放弃残评是为了明年能拿个2等奖。师傅啊，干得漂亮，您辛苦了。您看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再加试一个项目，满载情况下挖铁球，我们再测试一下这个陆山1号改进型的抗极限冲击能力。魏公，这车艺1000小时已经达标了，为什么还要做？再努力一下嘛，我们已经接近最高水平了。拜托了，每个人每一天我加100块钱的辛苦费，好不好？魏公，你加的这个项目对车和设备损害太大了，万一出了事儿，我赔不起。再加把劲。机器换人干不成，极限冲击又心疼设备，那数据在哪儿？
如果科研只靠计算机模拟，只靠理论设计和演算，那要这个实验场干什么呢？飞机要风洞干什么呢？你们告诉我。当初让你学着开，偏不学，吃瘪了吧？还好，不是因为没获奖在这耍脾气。我没有发火，我是等大家都走了之后，我自言自语还不行。你去相亲了？管好你自己。我管好我自己有用吗？谁听我的呀？有事儿说事儿。实验员都走了，这还不叫事儿？多大点事儿啊！你在这瞎吵吵。走吧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师傅，下课。师傅，师傅。师傅，师傅。